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迷你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拥有这些耳相的人贵不可言，一生无忧。一个人这辈子到底有没有福气，可以简单的从耳朵看出来。因为耳朵不仅可以看出你年幼时的家庭环境、性格的好坏，还有从小受到教育的程度，更能预测一个人将来的运势，以及在事业上能否取得成功，是否获得功名，享受到荣华富贵。那么啥样的耳朵能够给人带来福气？哪些耳相的人一生无福呢？和小酱汁一起来了解一下吧。8种贵耳，一生有福。厚耳。耳朵的厚薄代表一个人身体的健康程度，并且若是耳廓端正匀称的话，则头脑比较聪明，做事有条理，属于聪明长寿之人。若是耳垂过于肥满的人，则表示心脑血管方面可能会存在着隐患，应该加强身体锻炼，饮食多以清淡素食为主。耳高于眉。从面部正前面看，耳朵比眉毛高，代表头脑聪明，事业有成，重视精神层面的生活，感情也会比较丰富。智力高的同时，也不会瞧不起他人，能够与人融洽相处，是大家所说的那种好相处的类型，并且看人做事都很有眼光，贵人运好，能够积累丰厚的财富和人脉。耳朵贴面。耳朵贴面是指一双耳朵与面部几乎没有距离，从正面看去几乎看不见耳朵，仿若耳朵收在脑后似的。古书上有对面不见耳，主大好之说，说的就是贴面的耳相一般思虑甚密，行事果断，能够成为某一行业的带头人。生有这样耳相的人，无论男女，都有着非常强的管理和经营能力，善于投资，做生意会赚大钱。同样，这样的人常常在晚年也能够收获较为丰厚的财富，一生财运无衰败之时。耳有垂珠。耳有垂珠是好福气、好运气的表现，也是财富的象征。通常一个人的耳珠越大，越下垂，则表示财运越旺盛，生活较为富足，不会有缺钱花的情况。耳珠也为贵人运，通常耳有垂珠的人心地也比较善良，能够因为自己的热心肠而获得多数人的赞许和喜爱，进而给自己带来不错的贵人运。要注意，耳珠要饱满，不外翘，整体和谐。耳门宽阔。所谓的耳门指的是耳朵里面的洞眼，耳门的宽度通常代表一个人的气度和伶俐度。在面相学中有耳门宽阔、聪明豁达一说，也就是说，耳门宽阔的人心胸宽广，为人豁达开朗，精力充沛旺盛，是典型的福相，难得的好命。他们头脑灵活、冷静，而且具有智慧，反应敏捷，无论自己遇到多大的困难，都可以做到冷静面对、清晰判断和处理，最终拿出好的方案，把事情做好。而且他们一生福泽深厚，身边常有贵人相助，在事业上比较成功。耳朵稍长。耳朵长得比一般人要长一些的人，通常都是有福气又能长寿的。这种耳相的人聪明能干，很有智慧，反应也快。他们一生财运好，能力强，脑子活络，会赚钱，外加财运又好，所以不管他们在哪个行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会有一份稳定并且不低的收入。有这种耳相的人，说话做事都很有分寸，讲方法，懂策略，而且在教育孩子方面很有一套。通常他们教育出来的小孩都很懂事，学业有成，事业成功，他们自然也能跟着子女享享清福，晚年生活过得幸福美满。耳垂朝口。面有四毒，耳为江毒，口为海毒。假如一个人耳垂朝口，是为江海相通，主其人才能过人，且口为实路，耳垂则为福禄，是一个人福禄绵长，犹如江海的象征，故此也主其人大多财运很好，声誉很广。耳白于面。大家都知道耳朵属于金星，它的发达程度自然可以从其颜色加以分辨，因为金的颜色就是白。如果这个人的耳朵与面色相比较，远远比脸面更显露出白，说明其人耳朵发育良好，耳朵已经开运了。其人的聪明程度可能是天生的。何以如此说？因为耳主少运早运，很多年少成名的人大多是耳白过面，既然成名时间很早，四海闻名自然是可能的。7种无福耳相。1. 薄耳朵。耳朵肉薄是不聚财的耳相，
这种人缺乏自信，会因小事耿耿于怀，容易有神经过敏的倾向，所以导致失眠、食欲不振等病症。这种耳相的人缺乏赚钱的能力，往往没有太多的积蓄。如果一个人耳朵轮廓清晰漂亮，但是耳朵肉薄，那么这种人通常赚钱容易，花钱也容易，无法存钱。这类人可能在文化艺术上有很高的造诣，但是比较难守财。2. 无耳垂。没有耳垂的人想象力丰富，爱幻想，做事情缺少计划，有点不切实际，但是颇有人情味，是个性情中人。如果是锐角三角形般的耳垂，这种耳相往往与金钱没有缘分。如果整个耳朵长得小而薄又无耳垂的人，这也是不聚财的耳相。这种破财很有可能是在浪费或者失败下造成的，所以没耳垂的人赚钱不是一件易事。这类面相的人应该多多培养自己的理财观念，提高理财能力，才能聚财。3. 小耳朵。小耳朵的人是个急性子，容易感情用事，并且感情细腻，意志不够坚定，个性冲动，心直口快，属于感性型人。小耳朵的人比较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评价，判断力差，很容易被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的想法。小耳朵的人理财意识较差，用钱无计划，难有积蓄，所以不太适合经商做生意。4. 轮飞廓反，性格叛逆。耳朵的轮廓向外突出，被称作是轮飞廓反。有此耳相的人从小就性格叛逆，跟父母的关系不是很好，因为他们不喜欢念书，容易惹是生非，给家人招惹许多麻烦，让家人很苦恼，有时连把他赶出家门的劲都有了。这种面相的人一生财运不是太好，贵人运几乎没有。他们要想获取成功，赢得功名利禄，就得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付出的辛劳呀，要比别人多好几倍。不过这种人很勇敢，不怕吃苦，具有拼搏精神。如果能够坚持长时间的奋斗努力，也可以为自己打出一片天来。5. 招风耳。招风耳的人性格外向开朗，热情大方，喜欢热闹，也喜欢广交好友，为人仗义，侠肝义胆。他们一生的财运不是很好，很难聚财，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根本不把赚钱当回事儿，也不在乎自己是否有钱。这种面相特征的人好奇心比较强，凡事都会打破砂锅问到底，弄个究竟。其实还真的不是因为勤奋好学，而是因为他们喜欢八卦，更喜欢看热闹。招风耳的人一生没有太多福气，年轻的时候日子就过得比较辛苦，因为财运不济，又没有得力贵人相助，凡事都得靠自己去争取，去努力才可以获得。6. 耳低于眼。如果耳朵的位置过于低下的话，其人性格骄傲、任性，智商不高，学习能力差，也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什么贵人运可言，容易沉溺于物欲和性欲的世界，缺乏理想和进取心。在他们看来，工作就是为了获取钱财，追求温饱或者物质享受，因此事业没有任何的成就，属于平平凡凡的人。此外，耳通肾，耳低肾，易低，其人亦有坐骨神经痛之病。7. 耳朵颜色灰黑。在面相中，耳朵颜色以白色为佳，耳朵白润代表记性好，肾气足，有名气，代表一生顺利，有贵气，有崇高的地位，一生财富不劳自来。耳朵昏暗呈黑色，代表其人身体弱，肾气不足，做事儿往往劳而功少，虽然为人勤快，然而成就往往与付出不成正比，为一生劳碌之命。小酱汁最后提醒大家，耳朵需要好好保护，因为它关系着你的运势。假如不留意，随便在自己耳朵上扎眼穿环，或者长时间高分贝过度用耳，那么损害的不仅仅是你的耳朵，很有可能伤害了其志向。从相学角度来说，人身上的痣大都是有一定寓意的，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人的运势。至于是吉是凶，则要看痣的吉凶及其所处的位置。一般来说，痣生于人体的隐处，如身体上看不见的地方多吉，生于显处，如脸部、手部等看得见的地方则多凶。而且痣也分为吉痣和恶痣，颜色亮黑或朱红，略微突出，其上升毫者为吉痣。颜色灰褐、暗淡无光、平而不凸，其上无毫则为恶痣。今天小酱汁给酱友们介绍15颗不吉的痣象，希望你们没有。1. 下巴中间凹槽长痣。
若是一个人在下巴的凹槽位置长有恶痣，则属于害病痣。一般有这样志向的人，身体的健康状况不是特别好，平时的精力不足，需要不断的为金钱发愁，自己连稳定的事业也没有，收入也不稳定，甚至自己辛苦大辈子，连一点点的积蓄都没有，一生获得贫贱。2. 发际处长痣。生活中一般痣长在脸上的比较常见，但如果一个人的痣长在发际线边缘，并且位于靠近日月角的地方，这个并不是什么好痣。有这种志向的人大多命途不顺，并且这种人在中年时期容易遭受灾祸，特别是出行方面，可能是天灾或者人祸，即使躲过去，以后的运势也不会太顺利，并且这种坏的运势还会波及自己的家人，钱财不顺，事业难成，并且还有破财的危险。3. 小腿长痣。在面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小腿的位置长有恶痣，则这样的人常年需要在外奔波，与家人也是聚少离多，尤其是与自己的缘分非常的浅，晚年的日子过得比较艰辛，身边也没有人伺候，日子过得凄凉清贫，享受不到亲情的快乐，一辈子都是劳碌命。4. 人中长痣。人中位于鼻梁下巴的凹槽处，也会接连嘴唇，在面相中被称为寿堂，掌管一个人的生殖能力和子女运势，在一定程度上还能体现其婚姻情感的运势。若一个女人在人中上长一颗痣，不仅影响外表的美观，并且还代表她们的生殖能力和子女运势比较弱，容易不孕不育，或是有了子女后与其关系不怎么好，子女不贤孝，这样的女人到晚年依然会孤苦无依，生活贫困潦倒。5. 胳膊上长痣。胳膊上长痣是很少见的，但如果此处长痣，则说明其人一生操劳忙碌，很少有能享福的时候，并且这里的痣颜色越深，说明其人的劳累程度越大，在事业工作上很可能会努力工作而得不到足够的回报，一生碌碌无为，事倍功半。6. 臀部长痣。有些人的臀部会长胎记或者长痣，而相学中认为臀部上长痣的人命犯桃花，这种女人相貌比较出色，深受异性的青睐，但是比较遭受同性的排斥，身边的知己好友不多，大多是对自己有意图的男性。女人长这种痣很可能成为第三者，插足别人的家庭，最后结果自然不可能会好。7. 泪堂长痣。泪堂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子女运势与情感运势等，而一般在泪堂的位置长有极痣，则这样的女人天生苦命，生活运势比较差，天生就是劳碌命，自己个人的福气浅薄，也没有啥大的赚钱本事，日子多半都会比较辛苦，而这样的人生下的孩子体质也会比较差，注定日子过得比较辛苦，一辈子都不得闲，儿孙也没啥大出息。8. 额头有痣。在相学中，一个人的额头位置长有恶痣，则说明这样的人个人的智力发育比较一般，出生命苦，看钱看得比较重，目光短浅，只在乎眼前的一丁点利益，所以这样的人注定都发达不了，一辈子都会过得艰辛，没有啥好的发展，而且天生就是劳碌命，若是想要获得成功，必定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9. 鼻梁长痣。鼻子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财运与事业运势等，若是在鼻梁的位置长有恶痣，则这样的人天生的运势比较差，命中无财，只能依靠出苦力赚钱，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很难保证，而且也会对自己的婚姻运势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最终一辈子的福气浅薄，日子也会越来越辛苦，难以过上富足的生活。10. 背部长痣。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背部长有恶痣，被称为穷酸痣，而且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身上长有这样的恶痣，代表这样的人天生命比较苦，日子也会过得比较劳碌，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成功，而且这样的人没有啥好的才能，注定只能够过苦日子，没有啥好福气，甚至还会连累孩子，辈辈受穷。11. 田宅宫长痣。田宅宫即上眼皮的位置，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房产运与财运等，若是在田宅宫的位置长有恶痣，则这样的人房产运势不是特别强，甚至连自己的稳定居住住所都没有，而且这样的人多半都赚不了啥大钱，辛苦奔波一辈子都属于劳碌命，这样的人最好别在投资理财方面做文章，否则必定会赔得底掉。12. 鼻翼长痣。鼻翼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财库，
若是在鼻翼的位置长有恶痣，则被称之为破财痣，就像是在口袋上拥有一个大口子一样。这样的人多半都存不住啥大钱，容易毁坏自己的婚姻，对自己的事业运势也是非常的不利，一辈子都没有大的本事，个人的生活压力比较大，生活中也难有大福。12. 耳根长痣。在相学中，若是在耳根的位置长有恶痣，则被称之为害病之痣。一般拥有这样恶痣的人，多半自己的身体健康运势不是特别好，身体上也常常是大病小病不断，也别指望有啥大的发展。生活中也常常会陷入到困境当中，经济状况也不是特别的富裕，此处长恶痣，就算是去掉也没啥效果。14. 嘴角长痣。一个人的嘴角位置长有恶痣，被称之为小人痣。拥有这样痣象的人，总是喜欢在别人的背后使坏，嚼舌根说别人的坏话，所以这样的人个人的运势都不是特别的强，也得罪了不少的人，后福不强，为人自私自利，也看不得别人好，属于为钱什么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主。15. 脚背长痣。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脚背长有恶痣，被称之为劳碌痣。通常拥有这样恶痣的人，日子过得比较辛苦，常常是奔波中度过，就没有清闲的时候，一辈子都在为赚钱而奔波。但是这样的人自身的财运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很少有清闲的时候，生活的压力也会比较大。大家可以对比小酱汁上面讲的痣的位置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这些位置的痣，如果有，可以及早点掉止损。当然，点痣只是外功夫，修心也要跟上，才能内外兼修。是一种晚年有福的面相，富贵长寿不用愁。一个人的福报其实往往都是靠平日里的积累，因此许多人几乎都是晚年富贵，自然也就是到了年老的时候，方才能享受到富贵。那么在面相学中，晚年最有福气的面相是什么特征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长眉入鬓。在相学中，若是长眉入鬓，是属于长寿之象。一般有这样面相的人，心胸比较开阔，有容人之量，与家人同事之间的关系都能相处得非常不错。中晚年富贵也算得上是大富大贵之象，或者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眉毛也在长，则这样的面相多半中晚年的运势非常的强，身体必定会健康长寿。2. 耳珠厚大。耳朵在面相中为福气的象征，主管一个人的财运和寿命等等。若是一个人耳朵厚实，耳珠大而向下垂，则这样的人财运也会越来越旺盛，自带福气，也能带旺身边的人。而且耳朵长得好的人，一般中晚年的运势会比较强，能够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孩子也多半能够继承他们优秀的基因，日后的成就也会越高，越老越有福，有钱有儿孙孝顺。3. 法令纹如中型。法令纹在面相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运势与威望等等，同时代表着一个人的统领能力。从法令纹的形状就能看出身体健康能力、寿命长短等等。若是法令纹清晰宽大，整个形状像一口钟一样，则这样的人晚年运势强，身体健康，寿命也会长。在事业上多半能够处于管理层，有自己的真本事，越活赚钱能力也越强，不会拖累后代。但是法令纹最忌讳断断续续或者法令纹入口，典型的穷苦命，不断为吃穿发愁。4. 人中上窄下宽。人中位于鼻梁下边的凹槽处，从人中的形状与深浅程度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富贵、贫贱、寿命、晚年运势等等。若是一个人的人中上窄下宽，早年运势一般，属于先苦后甜，只要能抓住赚钱的门路，中晚年之后运势必定会越来越旺，财运富足，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过上衣食无忧的有钱人生活。相反，若是人中有凹痕或者过短，身体健康受损，难以长寿。5. 卧蚕饱满。卧蚕饱满的人晚年有福，说明子女会非常的孝顺，并且家庭也是充满了温馨和幸福的。卧蚕长得好的人性格落落大方，笑起来更是亲切和睦，晚年极有福气。卧蚕和眼袋是有区别的，卧蚕是比较自然的，也不会展现出下垂的感觉。有卧蚕的人眼睛会更有神，看起来也很精神，这一生都被幸福环绕，不仅晚年生活安稳，年轻的时候过得也比较轻松。6. 鼻头圆润。
鼻头圆润的人是相当有福的，到了晚年的时候很受子女的敬重。有这个特征的人财运也好，退休之后的生活更加滋润悠闲。他们年轻的时候给自己存下了足够的老年生活资金，到了晚年的时候，子女会对他们无微不至。鼻头圆润的人晚年生活富裕祥和，和伴侣子女的感情深厚，家族也比较的和睦昌隆。7. 双目有神。双目有神的人晚年运佳，尤其是到了中晚年时期还能始终保持乐观心态的人，通常他们的目光都是很有力量的，炯炯有神，散发着希望之光。有这个面相特征的人到了晚年的时候很有福，他们的身体健康，心态良好，生活作息很有规律，不会因为岁数的增加而放纵自己的行为习惯。从一个人的眼神可以看出他的运势走向和生活状态。如果生活并不如意幸福的话，眼神会暗淡无光。8. 下巴圆润。老话常说地格方圆，地格就是下庭，下巴这两腮。地格方圆指的是下巴不消不泄，饱满有肉，腮骨方正有力。下巴代表的是财气聚集的地方，它象征了财富和田宅，代表了一个人的晚年运势以及个人能力和才华。古曰下庭平而满，端而厚者主父也，就是下巴的标准。若是下巴长成这样，50岁后至少是富命了。古人是重农的，地格好，田宅运好，收租收粮，至少也保无忧了。在相学中，若是下巴长得圆润，或是有双下巴的人，多半有福。拥有双下巴的人性格温，能言善辩，对人对事都懂得把握分寸，为人豪爽大方，不会斤斤计较。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们往往是比较受欢迎的，遇到困难都会有朋友挺身而出。这样的人不但人缘好，家宅富足，而且还能创造出非常不错的事业。家里的不动产也多，尤其是下巴长得丰满的人，基质富足，祖业兴旺，一生顺遂，是真正的富二代。所以拥有双下巴的人到了晚年运势会更好，经济稳定，儿女孝顺，子孙满堂，健康长寿。9. 耳珠厚大。耳朵是人五官中最为不起眼的东西，但是从面相学的角度来说，耳朵是人的采听宫，它主导人的肾，所以通过耳朵我们能够看出人天生福气有多大。老话常说耳大有福，一个人的耳珠越大，则这样的人福气也会越大。这样的人天生福气比较强，运势强劲，有聚财招财的能力。除了耳珠厚大，这两种耳朵的人也很有福相。鼠耳有阔无伦，外形较小，拥有鼠耳的人是典型的大富大贵之人，特别是中年后运势如虹，八方聚财，因此能够财源滚滚。要是从商者，一般都会生意红火，成为名流商贾；要是从政，一般都会仕途顺利，一路平步青云。福耳就是指耳朵肥大厚实，有圆润的耳垂。一般有此面相的人，天生福相，命中有富贵，性格敦厚老实，能够在事业上有非常不错的发展。命中有贵人相助，旺家旺财，就连父辈也能够因为沾染他们的福气而飞黄腾达，深受长辈后代的喜欢。无论是经商还是为官，都能做得一帆风顺，逢凶化吉，福泽深厚，一辈子健健康康，福禄高寿。10. 人中深长。在人们的嘴唇上有条深深的沟，我们把它称作为人中。一提到人中时，我们就知道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掐人中救人命。人中有长有短，有宽有窄，有深有浅。中国传统命理学就通过观察这些细微的东西来判断一个人的祸福情况。很多人可能都听过人中长寿命长的说法，在面相学中，人中长也是福相的一种，不仅要长，还要有一定的深度。人中不能太平，人中深而长一定是福气之相。拥有这样的人中，不愁吃穿，有祖业靠，有贵人助，前行路上多坦途，顺顺利利少波折。人中深长的人，代表这个人心胸宽广，不容易生气，心态心情就会保持得比较好，这也就让他们很少生病，人就健康，自然也就更容易长寿。人中深长的人做事情会坚持下去，有韧性，不轻易放弃，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论是财富运还是事业运都会很高。而且人中长还代表这个人的子孙运比较旺，能享子女之福的。11. 天庭饱满。
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是相学中常提起的一句话。额头就是相书中所说的天庭。相书云：天庭饱满吃官饭，天庭就是上品，额头治发髻。天庭饱满指人的额头突出丰盈，无陷无坑无破，寓意吉祥。古人将人的面部分为上中下三庭，分别对应印堂至发髻、印堂至准头、鼻头至下巴三部分。在相术中来讲，一般来说，上部主推理，中部主记忆，下部主直观。如果三者均匀而饱满，说明此人的智力发展有很好的生理基础。额头代表的是面相中的官禄宫，代表着一个人对待事业的拼搏能力。额头长得宽广饱满，这样的人在事业上善于寻找机会，并且能够把握住机会，做事严谨，不会莽撞。自己没把握的事情，他们不会去做。但只要是他们认定的事情，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他们都会去努力，并且能够做成，做得非常的出色。以上就是晚年有福气的人面相了。如果你有这种面相的话，未来一定能享福的。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